拜见太尉，拜见夫人。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不成敬意。阿泽。潘公子，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，何必如此多礼呀？早就听闻潘公子是人中龙凤，仪表不凡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难怪晶儿对你如此钟情。夫人过誉了，能得郡主的青睐，是潘某的荣幸。大人、夫人，宴席摆好了。潘公子，请移步。夫人请。令姐为何突然请我上门？事发突然，我也是今早才知道的。既来之，自安之吧。请。今天啊，没有外人，这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宴。潘公子，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千万别拘着啊。是。虽是家宴，但来者是客。潘公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对，夫人说的对，来，潘公子敬你。谢太尉，谢夫人。我父母过世的时候，晶儿还小，是我一手将她带大。长姐如母，晶儿打小就眼高于顶，多少王孙公子她都不屑一顾，却一心想下嫁于你。潘公子可要好生待她，莫要辜负她一片真心啊！夫人请放心。有件事我想问潘公子，你可否诚实回答？夫人倒问无妨。近日我听了一些传言，说你与一位上官小姐纠缠不清，可有此事？姐姐，你不要听信外面那些市井谣言，都是小人杜撰。若只是谣言，你又为何与他在风雅院争风吃醋？上官小姐与我自小便相识，我与她的兄长亦是知己好友，所以两家来往频繁了些。这些我与郡主都解释过，相信以夫人的见识和心胸，自有明断。是妹妹也好，朋友也罢，潘公子既然决意要娶晶儿，往后你的心里、眼里，只能有晶儿一人。君子防未然，不处嫌疑间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。我不希望晶儿往后的生活，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你尽快与他断绝往来，这样对潘公子、对晶儿，或是对那位上官小姐的清誉都好。潘公子，你说呢？夫人请放心，潘越知道该怎么做。哎呀，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，这放凉了可就腥了啊！来，你看，来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鲈鱼脸，尝尝。郡主，潘公子啊，我以前呢见过潘公子的画，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人啊胸有丘壑，没想到啊这有一天居然还成了晶儿的夫婿了，这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！啊，太尉过誉了，太尉和夫人才是佳偶天成。啊，那是。当时我认识夫人的时候，
我还是一个不起眼的行伍之人。谁能想到啊，我还能娶她为妻？好了，说这些做什么？也不怕潘公子笑话。来吃菜，来吃菜吃菜，来，潘公子。潘公子，请。郡主啊，马上就要出阁了，就让她们姐妹俩呀多说几句梯级的话。我带你在这园子里逛逛，咱们呀也松反松反。方才还要感谢太尉替我解围啊。嗨，只要你别见怪就好。我的夫人呀就是这种性子。其实平时啊，她挺好相处的，只是一遇到郡主的事情吧，她就过度紧张了。刚才啊，我还真怕你跟她力争到底呢。夫人也是关心郡主，潘某又怎么会见怪呢？那就好。不过吧，入赘了皇家，这皇家的规矩啊，那就来了。以后这种事啊，少不了的。太尉可是有何高见？这咱们呀，就不能把自己当成丈夫，得做一个花匠。花匠？不错。要像呵护这些娇花一样，悉心照料你的娘子，摸准他们的脾气、喜好。遇事啊，别问对错，只管顺着他的心意就行。如此这般，方可称为一个合格的驸马呀。太尉真知灼见，真是令人茅塞顿开。哎，还有啊，你千万得记住了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咱们呢？啊，这些人啊，明里暗里是瞧不起咱们的。就算你再有能力，他们也还是会说，我们呀是借了娘子的光。没想到这些年太尉功勋卓著，竟还是会有这样的感慨啊！哎，我虽高居太尉，但军中之事，我只能做些文书工作。哎呀，既然入赘黄门，得到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荣华，世人背后如何指摘议论，我们也只能厚着脸皮受着。但即便受了诸多委屈，太尉对夫人还是那么温柔体贴啊！夫人肯下嫁于我，我对她感激关爱还来不及呢。至于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那就受着呗，何必带到家里来呀？太尉小心！潘公子，快来人！潘公子，潘公子！大人，快传太医！是。潘公子，小姐怎么了？没事。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今天总是心神不宁。哎，灵儿，门上还没有我的口信吗？刚刚才去问过，没有。已经戌时，潘越去太尉府赴宴，怎么也该回来了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太尉府刚刚传来消息，潘公子遇刺了。什么？平日里你总说太尉府风雨不尽，今天刺客居然跑到家里来杀人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对不起，夫人，我也没想到刺客居然会偷偷埋伏在房顶上面。而且潘公子刚刚回京没2天，没听说朝堂里谁是他的政敌，这刺客怎么会偏偏针对他呢？太医，太医，他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血已经止住了，所幸没有伤到要害。哎呀，万幸万幸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不过还需要静养几日，不要牵动伤口啊。好，多谢太医。阿泽，杨姑娘，潘越怎么样了？
杨姑娘，请放心，公子已无大碍，只是因为公子在太尉府遇刺，贾夫人心中过意不去，所以就多留公子在府上休息几日。我现在正准备去书语院，去拿些公子的衣物。我想进去见见他，你看能不能帮我？杨姑娘，这公子遇刺之后，尤其是公子的房间，太尉府已经增强了戒备，所以时刻都会有人把守。我想有个人应该可以帮我。郡主，我要进去看看潘公子。是。你们先下去吧，有事再唤你们。是，郡主。潘越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心点，我扶你。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若是被贾夫人撞见，定会为难你。我一再跟杨姑娘保证，你的伤无大碍，但她一定要见到你才放心。况且此时此刻，我想什么灵丹妙药都比不上杨姑娘。来都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赶我走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方才是很痛，但一下就不痛了。多谢郡主，药到病除。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？对了，今天刺杀你的究竟是什么人？是卓兰江。阿江，你先听我说。当时那一剑刺来，我也无法躲避。若他真的想杀我，以阿江的武功，我绝无生还的可能。所以我想，他并不是真的要杀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阿江是被逼迫的？是。当初他不辞而别，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混入幕后之人的身边。这次的刺杀行动，应该也是那人针对我们挑了失落院的报复，也是对他忠诚的试探。阿江也是想替他爹报仇，所以才与虎谋皮。对了，前几日张大人在城郊遇刺，刺客是一个持剑的青年男子，我想，那人应该就是卓兰江。他现在的处境，一定是凶险万分。属下办事不力，未能取得潘越性命，望主人恕罪。我记得你杀张大人的时候，他手下护卫众多，你也杀得干净利落呀，为何这次会失手啊？我与潘越在河阳交过手，他熟悉我的剑招，所以才能躲开要害。还望主人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罢了，你已尽力，这次算他命不该绝，以后再找机会吧。谢主人不罚之恩。你带他下去安顿，从今往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人了。好。陈掌院原来一直藏在这里。你住这儿，无令不得外出。知道了。
他还没有完全信任我，得等待时机，一击致命。潘公子，你就留在这儿休养吧。你在我府上受伤，本就是我们疏忽所致。这伤刚好一点就要走，这难不成是在怪罪我们？太尉可千万别这么说。幸亏是在贵府受的伤，才能得到及时救治，我的伤才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只是这婚礼还有诸多的琐事，再叨扰下去，恐有诸多不便。姐夫，姐姐，去听潘郎的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你呀，还没过门呢，就这么向着他。姐姐，好吧，那我先送潘郎出去。大人，所有名册都在这儿了吗？对，这便是全部的西北外军兵籍名册。每2年征召录入一次，都会一一查对，绝无错漏。劳烦大人再想想，如果要改户籍的话，是否还有别的途径？除非什么？除非是在景昌12年前就改过了。那一年，先皇让兵部重理兵籍名册，从那之后便监管造册，没有漏洞可钻。若是在景昌12年之前，管得并不严，军中都是自行登录，无人督查。你可以找一找那时候的原始籍册。刚熬好的参汤，趁热喝了吧。你看啊，我这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这参汤是不是可以停了？我喝那么多天了，都喝吐了都。哎呀，我做的汤呢，就是没有人家太尉府做的好喝，咱不喝了啊！啊不，好喝，得喝，好喝，得喝。啊，好喝，好喝，明天再喝。好。公子，杨姑娘，让你去兵部调查，收获如何？据兵部侍郎所说，如果要查改过户籍的官兵，那就要查景昌12年之前军中的初始名册。景昌12年？对。哦，还有，我方才在街上遇到了异族800里加急送信，好像是边关出了变故。边关？夫人，这是今儿大婚你要的宾客名单，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缺的？不必看了，全凭夫人做主就好。还有，我在想那个要置潘公子于死地的刺客，他这次没有成功，还会不会有下次？今儿下个月就要大婚了，到时候鱼龙混杂的，万一出什么状况……哎，请夫人放心，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啊，今儿大婚的时候，我一定亲自把关，确保无虞。报！大人，西北外军华边将族入侵，皇上传大人即刻进宫面圣，赶紧备车。是。来吧，接着喝。今天要不把你喝趴下，我就不姓潘。不过咱们可先说好，你要是喝多了，回去被你爹责罚，你可别怪我。哼。哎，我爹眼里现在啊都是那个庶子，哪儿还顾得上我呀？啊？哎，哥，
哎，潘公子，好久不见呐！孙大人，怎不忙着去筹备我大哥的婚礼，跑到这酒楼来潇洒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都是上面交代的差事吗？哎呀，哎，潘公子好兴致啊！潘公子，说一句不怕得罪你的话呀，你的那个大哥呀，哼，实在是太难伺候了。哎，这要是跟郡主联姻的人是你啊，我何至于忙活到现在啊？我得省多少心呢？他潘越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就是空长着一张脸吗？要不是因为他，现在当上驸马的人应该是我，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的，我知道他差哪儿了啊？是。哎呀，也对，明明你才是嫡出，啊，该娶郡主的人应该是你才对啊，是不是？潘廷为他偏心呢，暗地里使了劲，这才让这桩姻缘改弦易辙。哎，前一阵儿我可听说这驸马爷带着人满城抓刺客，还挑了一个地下青楼，威风的紧。这背后不会也有潘大人暗中相助吧？哼，我爹才顾不上他那档子破事儿，倒是这个庶子，早晚得把我们全家都给拖下水。这怎么会呢？有了驸马爷加持，潘府肯定会青云直上才是。没错。哎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吧，你觉得他为什么要挑那种青楼啊？为何？那个上官芷其实是罪臣杨继安之女，杨采薇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哼，这世上居然会有如此离奇之事！上官芷怎么会是杨采薇？你去调查一下，上官芷在河阳都做了些什么？如果她真是杨家孤女，这一次就要让她和潘越做一对断头鸳鸯。郡主，你大伤未愈，快些坐下。好。郡主，昨日800里加急进京，可是出了什么大事？驻守西北的外军因拖欠军费哗变，江族人趁机入侵，边关告急。负责西北军务的大司马卢将军，经过几番苦战，方才击退敌军。朝廷一番彻查，发现卢将军竟是洛西江族，他还是校尉时便改了兵籍。皇上怀疑卢将军是江族细作，连夜宣我姐夫等重臣进宫，商讨应对之策。最终撤掉了卢将军大司马之职，羁押在廷尉府天牢。大司马，他可是3公之一，他竟会是江族细作？我也很是意外。卢将军的官声向来不错，若他真的是幕后之人，谋划多年，一朝举世，应该里应外合才对。为何要几番苦战击退江族呢？我觉得此事没那么简单。对了，你们去查洛西籍的官员有什么发现？有，需要简昌12年前旧兵籍，郡主可有办法找到？我姐夫就负责兵部文书，我回去找找看。好，我和采薇一会儿去会一会卢将军，我们晚些时间找个地方会合。就去风雅苑吧。好。天老人多眼杂，一会儿你就在马车里等我。好。这不是驸马吗？您不去筹办喜事，怎么到天牢这种污秽之地来了？郡主托我来见一见卢将军，有一私事相问。驸马，请。
慢着。气色不错嘛，我以为那一剑能让你消停几天。父亲有什么事吗？卢将军的事儿，你就别掺和了。父亲放心，是郡主授意，不会牵连潘家。卢将军，我备了一些酒菜，不知可否赏脸，共饮一杯？你走吧，我不想见任何人。为你翻案也不想吗？还是卢将军打算就此认罪了？西北外军哗变与我无关，但我是皇上认定的罪魁祸首。你凭什么说翻案的大话？凭我知道，陷害将军的很有可能和将军一样，也是一个改过籍贯的洛西江族人。在下潘越，见过卢将军。你是潘锦之子，那个要娶郡主的潘越。正是。你方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究竟知道什么？朝中混入了一名江族奸细，他10多年前在河阳发家，以金钱开道，渐渐的在朝中坐上了高位。我来，是希望将军为我答疑解惑，找出真相。郡主，姐夫，你今天怎么有闲心到我书房来了？我有一个朋友托我在军中找一个失散多年的故人，此人曾经改过名字，所以我想翻翻过去的兵籍名录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这你算找对人了。10多年前的兵籍名录啊，我都保存着，兵部都没有我的权，我去给你拿。谢谢姐夫。慢慢看。
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我想请问卢将军，军费怎么会出现问题？你有所不知，西北外军的军费是由当地盐税专供，但这些年以来，市场上不断出现来自江族人的私盐，私盐价格低廉，导致官盐难销，盐税难收，西北外军生活艰苦。军营之中，有人趁机闹事，说守将中饱私囊。守将于是派兵镇压，混乱之中，死了一名士兵，最终酿成这次哗变。我曾在河阳查到过私盐据点，如此看来，这批盐很可能来自河阳。若老将军被撤职，朝廷一定会派任新的大司马。敢问卢将军，如果您被撤职，谁最有资格继任？大将军荀坚。除他之外，其他几人资历都差不多。他是最大的受益者，难道是他？不会，荀坚出身汉中，并非洛溪人士，而且他年事已高，无法劳心费力，即便是皇上册封，他也定会坚持不受。将军既知道此事，奸细可能也早知晓。对。那劳烦卢将军再想一下，兵部还有哪位高官也和卢将军一样，10几年前曾改过籍贯？10几年前的旧事，实在是记不得了。那将军是否知晓，兵部有谁与河阳产生过交集？亦或者哪位高官身边的亲信，他的右眼呈淡黄色？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我听闻将军入狱以来一直以绝食明志，还是先吃些东西吧。我们边吃边想。将军，您为何像这样挽起袖子？我们洛溪人从小骑马，不习惯中原的鹅冠博带，尤其是这阔袖特别碍事，所以养成了吃饭挽袖的习惯。夫人，能不能先吃菜啊？你看，这桂花鲜蒸的鲈鱼啊。是他。郡主，没找着吧？没有。我这里倒还有一本，看在不在这里边。看来郡主要找的人找到了。幕后黑手竟然是贾太尉。卓兰江在太尉府刺杀我，现在想来，竟是贾全带着我一步一步走向卓兰江的藏身之处。而且，以他的官职和履历，他都是继任者之一。以皇后对他们郡主姐妹的宠爱，在皇上面前为他美言几句，他不能脱颖而出。那婚事提前，定是贾太尉借由贾夫人来推动。郡主去太尉府找明路，
万一要是被贾太尉撞破，他岂不是很危险？快到了约定的时间了，不知他现在还在不在太尉府？你去风雅院，我去太尉府，我们分头找他。好。没找到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谢谢姐夫。你敢走吗？你看，多么温柔美丽的女人啊！能娶到她，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姐姐也落得和你爹娘一样的下场，你就得乖乖听话。难道从一开始，你娶我姐姐，就只是一个阴谋？12年前，我亲手杀了你的爹娘，但是我却没有对你们姐妹俩赶尽杀绝。虽然你姐姐落下了腿疾，但她嫁给了我，也算是报了我不杀之恩吧。这样一桩美好的事情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你敢动我和姐姐，皇后绝不会放过你。我有千百种方法向皇后交代，只要伪装成意外，谁会怀疑我这个素来深情的丈夫呢？姐姐什么都不知情，我求你放过她，我什么都答应。这才是聪明人。放心，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情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，我确保你姐姐平安无虞。什么事？杀个人。郡主来了没有？刚刚过来了，人在雅阁呢。哎，上官小姐，你还敢来找郡主啊？郡主，郡主，郡主。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对不起。
郡主人呢？奴婢不知，已有一会儿没见郡主了，现在正要去找呢。哟，嘿，这不是潘公子吗？匆匆忙忙的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只是有些大婚的琐事，想要找郡主商量。既然他不在，潘某告辞。郡主定是在教训上官芷，得去看个热闹。山谷之女上官芷为情谋杀长乐郡主，证据确凿。3日后，廷尉府公审判决，以儆效尤。一个商贾之女，竟敢以下犯上谋杀郡主，是啊，真是狗大包天。要不是那潘公子与上官芷纠缠不清，怎么会出这等祸事？可不嘛，短短4个月，那潘公子可是熬死了2任夫人。说他没问题，鬼都不信。我还听说他娘也是因为他才自杀的。像他这样的人，长得再好看也是过去。是吗？哪有这样的人？潘公子这样的神仙人物，真是太令人失望了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算了吧。走，算了吧。走。哎，小姑娘长得白白嫩嫩的，为了一个男人死了，那就太可惜了。烈女，我就喜欢。算了，哎不，此案涉及到皇亲，咱们可别惹上一身骚。饿他几天，有他好果子吃。走，不是，哎呀，走。你看这女的怎么这白白嫩嫩的，这太可惜了。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发生什么了？郡主，家眷，他用姐姐的性命逼我这样做，对不起，让你陷入这样的处境，不要怪我。郡主，告诉姐姐，
公子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大公子求老爷放他进廷尉府见上官芷，老爷不答应，都跪了1天了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不可一世的大哥吗？这怎么搞得这样狼狈啊？弟弟刚才差点都没认出来呀！看见你这副可怜巴巴的样子，弟弟是打心眼里心疼啊。爹也真是，不答应也就算了，连口饭都不让你吃。弟弟这儿有热乎的，来，趁热啊！哥哥，你何必这样作践自己？你好歹吃上2口嘛！慧儿，够了！爹，案子已经交给贾太尉处理，你求我也没用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想见他一面。你还是回去吧，你就是跪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答应你。那我就跪到死。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纵有心也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斜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纵有万千权谋，如何墨画情愁？相思成灰，灰飞烟灭，灭绝前缘待从头。纵有心也无数，如何知我病故？斜月西沉，沉醉不归，归去莫忘来时路。空拥晚风入怀，两玉簪，花犹在。七巧玲珑变成满路悲。
看就有福气。我当然要给他起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他潘越，你说好不好？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，我希望潘家的列祖列宗能够保佑他，愿愿他一生平安喜乐。月儿，月儿，老爷，今天夫子说少爷的文章做得很好，狠狠地赞了一番，说什么芝兰玉树，龙群凤雏。少爷一直在这等着，想让您看看。哎，我今天去潘府送东西，潘大人的儿子长得真俊，就是一点也不像他爹。哎，嘘，我听潘府的下人说啊，这个儿子还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呢。知道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夫人她。夫人，夫人，众口杀身，唯死命之，至此何故？望君珍重。我不答应你，你真的打算跪死在这儿吗？我只能如此。父子不和，天冷不睦，我明哲保身又有何惧？你母亲泉下有知，也会谴责我。起来吧。月儿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。我来晚了。没事，还没庭审呢，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。你怎么进来的？这里的典狱欠了我一个人情。蓦然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。是不是饿坏了？我带了你最爱吃的。勾勒你的脸颊。来，尝尝。怎么了？郡主当时就死在我面前，我却没能救她。我知道，他不会枉死的。这笔账，我迟早要跟那个人讨回来。
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。我相信。时辰到了。不尽年华，风月暂缓也罢，剑影刀光不曾怕，冷暖无常总变化。此生为你牵挂。散如流沙，天命自洽，爱重建或崩塌。随云烟轻洒，用力去看你伪装的潇洒。微醺的梦啊，信念之人，怎会不变真假？走吧。哪怕你若咫尺的天涯，我已握紧的手不放。郡主自戕，让杨家孤女背上一个杀头的罪名。主人这一石二鸟之计，真是高明啊！哼哼，跟我作对，就是这个下场。主人为什么不揭露杨采薇的身份，置潘越一个知情不报，一同打入大牢呢？当年虽悄无声息地除掉了杨继安，但他的案子在朝上仍有不少旧臣心存疑虑。骤然翻出个女儿还在世，恐怕会另生波折呀。更何况，潘越现在虽未入狱，但形同笼中困兽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无人无权，有何可撅？盯住潘越。如果他敢铤而走险，我们就正好名正言顺地把他就地处决。是你？何事啊？属下有个不情之请。今日左京非在，不便开口。哦，你说来听听。属下知道，杨家孤女与主人为敌，死有余辜。可毕竟曾经相爱一场，那日公审之时，我想去见她最后一面。你还真是挺像你爹呀，重情念旧。想去就去吧。谢主人。
终于回来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芷儿她的性格虽然会蛮横一些，但是她怎么可能去杀人呢？这其中怕是有什么误会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救她，或者咱们去找皇后求情？没用的啊？什么叫没用的？难道等着她被砍头吗？上官芷已经死了。好，我吃。上官兰，在我大婚之日，上官芷就已经死在河阳了。10年前，杨采薇的父亲被江族奸细陷害，全家被杀，只有杨采薇一个人逃了出来。这么多年，他们一直在寻找他的踪迹。他们原本计划在我大婚之日斩草除根，可谁曾想，上官芷掳走了杨采薇。有个女人死了，尸体要过来祭放。如何死的？先死。杨采薇为了查出杀人真凶的线索，冒充上官芷来到了我的身边。我们刚刚查出这幕后之人的真实身份，不料却被他抢先一步，设下陷阱，利用郡主的死来陷害杨采薇，逼我们走入绝境。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非常的不公平，但当时的我们根本就没有别的选择。上官芷的尸身，我保存在了河阳的宾馆。我本打算等水落石出之后，再向你父亲请罪，坦陈一切。我告诉你，你说的这些话，我一个字都不信。
什么改头换面？什么狄仁解析？这和我的侄儿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不想去救他。好，我救。路上遇到了点意外，我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误了及时。侄儿，怎么样？你好些了吗？你是谁？你还说笑？我是你哥哥，侄儿。你别过来！我不是上官芷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走错路了。侄儿。啊？他可是宝才啊！宝才。那你为什么会这么怕他？我也。太尉放心，这明日庭审定会为郡主讨一个公道。潘公子，你再不离开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慢着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潘公子啊！哎呀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在牵挂狱中的上官芷。潘公子，你还真是重情重义呢。不过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上官姑娘，外表看起来是如此的娇弱，哎，竟比男人还要刚硬啊！就是，我是怎么拷打她，她就是不认罪呀。早知道这样，今早出门啊，我就不该换我的这双新靴子。我杀了你，公子！公子，放开我！哎，别这么粗鲁嘛！这要是打伤了咱们潘公子，这上官姑娘临死都要心疼的。贾全，你以为你的局很高明？若不是你的亲信堂审，无论谁来也定不了上官芷的罪。这是吗？潘越呀，潘越，既然你这么不忿，
行，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明日让你亲自主审，我倒是要看看，你站在堂上，亲自审着心上人，还能否这么振振有词啊？啊！哎呀！快点，不可虐待犯人。是，大人。今日堂审，凶多吉少，你可害怕？潘越说他有办法，我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惧怕，那就是对他的不信任。你爹当年也和你一样，这般的勇敢无畏，也许是真心的相信我们这些兄弟吧。走吧。高公公、贾太尉、贾夫人到。潘越，今儿待你不薄，不要负了他一片心意。潘公子，既然已经答应主审，想必自有分寸，夫人不必忧心了。夫人请。
这是什么样的人该说这种事儿？带人犯上官职。犯人来了！潘大人，这些是皇后想要知道的问题，请务必逐字逐句的询问人犯，其他多余的就不用多问，以免有以私害公之嫌。上官芷，本官奉命审理郡主被杀一案。皇后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。第一，潘越与郡主大婚在即，听闻你素来痴缠潘越，你与潘越究竟是什么关系？民女确实仰慕潘越，可潘越从未给我任何承诺，一切都是民女痴心妄想。不知廉耻！一个巴掌拍不响了。风雅院之事，潘越知情与否？是否合谋？若从实禀报，可免你家人株连之罪。面会郡主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潘越毫不知情。你是否因情杀人？郡主究竟有何对不起你之处，让你对她有如此恨意？没有，郡主巾帼不让须眉，我欣赏她，从未有过恨意。民女再三陈述，民女冤枉，郡主是自杀而死。还不认，就是他杀的。简儿向来要强，怎会自杀？简直是信口雌黄。上官芷，你说郡主是自杀，你可有证据？郡主胸前的伤口是右手持匕首自枪之举，角度是从上至下，伤口应该左窄右宽，只要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民女所言非虚。一派胡言！据验尸记录，郡主胸前伤口血肉模糊，是多次捅刺造成的，难道不是为了泄愤？
尸体一定是被人破坏，想要掩盖自杀真相，混淆视听。大人，只要开棺验尸，辨别伤口，查明死因，就能还民女清白。还想亵渎姬儿的遗体吗？痴心妄想！夫人，死者如果生前遇刺，伤口其痕肉阔，皮缩骨漏，血阴四判；可如果是死后刺伤，那一定是血不灌阴，肉色干白。只要能够开棺验尸，就能证明郡主就是自杀而死。其他几道都是郡主死后有人想要故意栽赃陷害而为之。各位大人，此案另有蹊跷。我是该不顾真相继续宣判呢，还是择日再行审理？哼。